我爹地是港城教父霍彦慈，抢本小姐的马，不想换了。小祖宗，你已经搞砸了8位入校，岳父已经不满了，还是收敛点吧。想想怎么哄岳父出席我们的婚礼啊！还不快滚！打电话。我的前未婚夫用得开心吗？周棠，怎么知道我和阿虫要结婚了，特意来贺喜？抢了别人东西还那么理直气壮，不怕遭报应？神圣时刻来临，新郎顾崇先生、新娘周棠女士，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共同走向幸福。给我打！站住！你们！霍新月，你是疯了吗？高中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会抢走你的一切，也包括你的未婚夫。爸，你别杀我！你别杀我！阿虫，快叫医生！快叫医生！顾氏有多依赖霍家的资源，你得学习清楚。选的是要周棠和公子定力，还是自家里做的荣华富贵？阿虫，快叫医生！我爸撑不住了！阿虫，叫医生！阿虫。爸，你一定撑住！爸，撑住！周棠，人跟人是不同的，你得罪了我，全港城的医院都不敢收治你那死鬼子。而我，因为是爹地唯一的掌上明珠，就算手上擦破一点皮，也会有一堆医生排队上门。你们这些穷人连活着都很难了，所以你们心里怎么想我一点都不在乎。你怎么就确定你会是你爹地唯一的掌上明珠？不然呢？我爹地丧偶多年未娶，以后啊，我会继承他的财力、权势、人脉，而你拍马屁都追不上我。霍彦慈，
以一己之力血洗港城第一暗门的火影，前半生引起而火，后半生成了港城著名的企业家，新一代传王。你就是霍心月最为倚仗的存在。既然他那么仰仗你的财富、权势、人脉，那我就一一讲过来，包括你对他的偏爱。Losing myself 끝없이 꺼져가고 있어 I'm losing myself 어디로 길을 걷고 있어喂，出了点意外，15分钟，一定赶回去。资金还我。步行回休息点至少半个小时，不如我载你。不相信我的骑术？算了。等一下。大叔，坐稳了。驾！小心！怕了？放心，我不会让我的马以及我的人有事。怕了就报警点。到了，刚好。我刚刚可是帮了港城教父霍先生，您是不是该给点回礼啊？小姑娘，在港城还没有人敢这么算计我。那这么看来，我是不是你某种意义上第一个女人？霍先生，轻点儿。我这双手20年没再染过血，你想试试？都说霍先生是上世纪绝代风华第一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这些年，朝我扑来的女人是不少，技巧如此拙劣的，唯你一个。霍先生确实很有魅力，但你已经是不惑之年，并不值得年轻貌美的我如此费心。我是城北周家人，刚刚是奶奶让我带的话。
他说他很想念你这个干儿子，希望你看在昔日母子情分上，出席他3日后的寿宴。下去。阿朵，周3加个行程。是。降服男人就像玉马，不用急于勒紧缰绳，而是放缓脚步，小心靠近。等摸清他的脾性，再耐心铺设对他的套路，终会让他心甘情愿过世。当年海边初见你，我就知道你这孩子胆大心细，明明刚学会游泳，却敢掉下海去救我。能救奶奶，被您认作干孙女，是我的福。你呀，那年也是周氏旁支为了夺权搞的小动作，怕是只有燕慈能把持大局了。你确定寿宴那天他真的能来？放心吧，奶奶。疼！我结婚的厅顶要用3层水晶灯，闪得晃眼才够档次。还有地毯，我要意大利羊绒的，踩上去不能有半点声响。还有花。别拿普通玫瑰给我凑数，我要厄瓜多尔巨型玫瑰铺满整个厅。我霍新月的婚礼可不能像平价婚宴那样丢我爹地的脸。那是自然。干什么？就算我们分开，你也不能自甘堕落，去跟老男人陪睡吧。你不也在给霍大小姐陪睡吗？我们2个顶多算同行。糖糖，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弥补不了我的过错。这样吧，看，你拿着，别作践。如果没理解错的话，你想包养我？霍大小姐知道他家赫赫有名的赘婿准备包养别的女人吗？之前也是霍新月的吧？你呀，有能耐就多捞一点，好日子没几天了啊！别以后追完前面，追后面。贱人，敢在我的地盘勾引我的男人！周唐，早知道你这么不安分，当初就应该让你有进 ICU。是啊，我就是来勾引他，如何呢？那我就让你没命做小三。霍新月，你错了。我要做的从来不是小三，而是你的后妈。上个月你耍性子毁了欧洲那笔订单，
我刚帮你擦完屁股，要是再因为你的丑闻影响集团的股价，就从公司给我消失。还有你，我让你进霍家是看着他，看不住就给我滚。Daddy，你怎么？别闹了！如果岳父知道你在周家做的事，还有我跟周棠的过去，那我们都完了。不服气？好，接下来3个月的零花钱都给我停了。爸，新月知道错了，我这就带他回去闭门思过。不是 ，Daddy， 看我这样，我找你这样。霍小姐不愧是霍先生千娇百宠出来的，脾气大，手劲儿大。是小女的错，周小姐要什么补偿，随便提。周家的旁支觊觎奶奶码头多年，没少搓磨她。我知道霍先生已经远离港城纷争了，但总不能见死不救吧？一起去。我裙子坏了，需要换一条。嘿嘿，老太太，你要再拽着码头不放，咱们明堂迟早被吞。这地盘他转让去，您就签了吧。对呀，签了对我们大家都好啊，是不是？对呀，签了对我们大家都好呀，签的吧。没想到如今港城还有人敢欺负我霍燕慈的母亲。妈，我来给您贺寿。霍先生，霍先生，听说您的第一桶金是在富丽宫赌场赢的，不知道今天有没有这个荣幸做你这个赌王的对家，一睹您旧时风采。我已经金盆洗手，不再碰赌桌。那就有点可惜了，本来想着今天赢了您，能要个追求您的机会呢。刚刚您护奶奶的样子很帅，很让人着迷。我们年龄不合适。是年龄不合适，还是力不从心了？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周小姐是在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吗？行啊，陪你赌一局，让你心服口服。你的赌注呢？
我不会输的。先生，这是桃树开花呀。一局定输赢，你赢了，我应你的条件；我赢了，得到追求你的机会。不过霍先生确定要按这个规矩来，输了可别怪我说欺负前辈。牌桌上只分大小，不分前后辈，我不会让你，你也别想耍花样。可我觉得您会让着我的，刚刚您护奶奶那点心软还没散吧？我可提醒你一句，当年您靠狠拿下了第1桶金，对我心软，输的可就不止1局牌喽。周堂16点，霍彦慈19点，两位还要排吗？要。霍先生，该您了，是打算搏一把21点，还是认怂啊？我倒是要看看，你准备怎么追我。刚才跟您拉扯这一局就已经是在追您了。我呢，并不喜欢手下败将。看您精力不太旺盛的样子，就不打扰您早睡养生了。现在我要去年轻人的局了。现在才是你给我下的赌局吧？是赌我会放你离开呢，还是会对你就此沉沦？刚才那局是我赢了，但这局你赢了。之前帆船赢了你，攀岩也压你一头，刚才赛马又打成平手，你还觉得我是个40岁精力不济的老男人吗？怎么还揪着这事儿不放啊？你说过不喜欢手下败将。好吧，
为了弥补你受伤的心，今天手下败将请客，想吃什么？湘江旁的游轮餐厅还不错。我们第一次来就遇上了别人的婚礼，也太幸运了吧？不是别人的，是我们的。18岁，我让港城拜服在脚下。25岁，在两岸建立了商业帝国。我一直以为，不管做什么事都不怕晚，直到遇见了你，我才发现，生得早也不是好事。但终究是现在的霍元慈遇到现在的周唐，我不想再跟你留下任何遗憾。Hold me tight, don't let me drown. The fever in your veins, it's like fire that burns everything to the ground. Can you slow it down when you lay me down? I've been waiting so long, look at me 可以吗， in the eyes, 宝宝？ give you more than what you really want. This crazy love, oh crazy love, take me to your heart, through the night, lost and lost in the dark, light us in this crazy love. 霍小姐，黑松露和法国鹅肝已空运到店，正候着您呢。算你们识趣，不愧是我爹地。我爹地每年给你们投几千万，为的就是让我能够远离那些上不了台面的平民。你们是怎么办事的？什么阿猫阿狗都放弃，还不快清场！大小姐，那是持有黑曜卡的贵客，我们没权限请他离开。全港城有黑曜卡的不超过10个，还都是我爹地那辈的人，他怎么会有？上次阿虫说你傍了个老男人，
你就是靠那个老头才拿到紫丁花的黑曜卡吧？与其关心我，不如操心一下自己的位置还稳不稳。你别以为我爹地训斥我2句就会影响我在霍氏的地位。妇女永远都是妇女，不会因为一个外人。据悉，霍氏集团掌权人霍彦慈已于近日完成婚姻登记，其2封配偶身份成谜，相关信息暂未对外披露，或对霍氏集团的组成结构产生新的影响。祖宗，就算岳父在分，你也不能拿刀发气啊！祖宗，我要后妈了，爹地他会不会不疼我了？先坐，先坐。你这样，你打个电话给岳父确认一下，万一是媒体乱写的呢？喂。爹地呀，他们说你结婚了，那个女人是谁？我认识吗？你怎么都不跟我说清？有这份闲心，不如好好操心一下子公司。交给你之后，市值跌了多少？再烂你扶不上墙，霍氏继承人的位置就可以换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呢？不行，谁都别想抢走我霍家继承人的身份。找一个私家侦探，把那个女人找出来，好好教训一番。竟敢勾引我霍新月的爹地！你疯了！那女人现在是岳父的心头肉，你动她等于找死啊！可我咽不下这口气。这样，咱先摸清他的底细，再动手收拾，不迟。啊！先生，这是您之前让我调查夫人的资料。霍彦慈虽已金盆洗手，但他的情报网仍是港城数一数二的。万一他发现我接近他的目的，先生，自从您隐婚的消息被公布后，调查夫人的人也多起来了。该怎么做，不用我教你。是。老公，我给你带了好吃的。第一次见你这么胆小的样子，怎么，做贼心虚？这是我找人给你改的新的档案，以后你就是我周元的亲孙女。还好有提前准备。没有，就是腿有点软。那我以后轻点。你知道我为什么最近喜欢赛马吗？因为这项运动和你的底色相同，野性、难驯，既有速度，也有耐力。那你觉得我是驯马师，还是马？像你这样见过风浪的人，理应是驯马师。但你那么问我，你就是一匹马，一匹已经被我驯服的马。
我从不为驯服低头，只为懂我的御者收体。能驾驭我的，从来都不是更强者的掌控，而是想用真心换得另一颗真心。查不到那个女人是谁也就算了，可咱俩明明跟着 Daddy 的车一块来的马场，他怎么就凭空消失了呢？来都来了，要不调匹马，我也不开心。好，让 Daddy 知道谁才贴心。晦气，哪儿都能遇到他。周小姐，这是澳洲纯血马，复系墨尔本杯冠军，估价300万起。300万？这马我要了。可是这周小姐先，本小姐抢的就是她的，怎么怕我没钱？去打听打听我是谁。霍小姐倒是挺会哄霍先生欢心啊。那是我 Daddy， 我不哄他开心，难道像某人一样去哄别的老头？霍小姐，您的卡被冻结了，刷不出来。怎么可能？怕是岳父真停了你的卡。刷我4卡。哦，对了，刚刚你抢的急忘了说了，没听见这马喘气吧？这匹马呼吸又重又急，十有八九心肺有问题。别说赛级马，日常骑都有风险。停，别上，霍小姐，交易已达成。周棠，你敢耍我你！岳父经常来的地方，比脑袋难看。霍小姐，周棠，你给我等着！这局彩头捐去霍氏教育基金。是。Daddy 啊，这球真帅！你来干什么？ Daddy， 我和阿成的婚礼场地已经选好了，就在您常去的城郊马场。草坪婚礼不光环境好，还能让大家看看我不奢靡，打造一个平易近人的好形象。Daddy 呀，之前是我瞎担心了，怕您被人骗，但是我 Daddy 如此英明，显得小妈一定是个良善的。他的确良善，不过他现在是我的夫人，以后你得叫他妈，如果不想叫，就不要出现在我面前。岳父，这是我们送给岳母的见面礼，有翡翠镯、珍珠链，还有爱马家的包，希望您到时候跟岳母来一起出席我们的婚礼。他回来了。大叔，你知道你这样
特别勾人吗？昨天晚上你说你要驯马，我便放过了你。怎么今天刚回来就来造次？那不容许我造次，我也造次多回了。Daddy， 是因为亲女儿来看过你，就不要昨夜在您怀里的我这个小 baby 了吗？Daddy 今天玩那么大，放心，今天家里得有人。不是说新月他们来找你吗？这么不专心？我知道你喜静，之前有跟他们闹过矛盾，突然见面怕你不开心。什么时候你想见他们，我再喊他们过来。这个是……他们孝敬你的，你要是喜欢就收着，不喜欢就丢进保险柜。这条还挺漂亮的。这是我亲自选的，他们今天来倒是提醒我霍彦慈的妻子全身上下的行头应该我来准备。带上吧。你的身上应该缀满我的痕迹。霍总的占有欲倒是一点都没藏。他们的婚礼，如果你不想去，我们就不去。那天我让人把礼物送过去，我就陪你去潜泳。我知道你想护我，但是新月终归是你女儿啊，她的婚礼，我们做长辈的该去。说到婚礼，真的不想办一个，我可以给你最好的。只要你在身边，其他的不重要。那个是什么呀？那是我创业赚钱时给新月买的第一个镯子，他这是在提醒我，不要忘了父女的情分。糖糖，给我生个孩子吧，我现在有的
都给你们。希望糖糖无病无灾，健康快乐长大。怎么这么迟才送医？没有医院收治我爸。这里只是老太太的私人疗养院，仪器仅能够维持你父亲的生命，要想彻底治愈，还需要专家来。霍心月让我差点失去父亲，这种痛苦，我定会1000百倍的还给他。霍心月，我保证，这会是你最后一段快活日子。不是说在霍氏的富丽宫酒店办吗？怎么改这儿了？我爹地近来喜欢赛马，在这儿办，哄他老人家开心。还是我们新月有孝心。听说令尊再婚了，对方是谁啊？这个我爹地还没正式介绍，我并不清楚。说不定你们认识呢。这是港层上流圈层的演戏，你别在这闹笑话。还有比你更好笑的笑话吗？还是说，你害怕我把你这霍家赘婿为了荣华富贵抛弃未婚妻、气晕前岳父的事抖出去啊？本小姐并没有邀请你，你不请自来，想干什么呀？我也不想来。可谁让你们虔诚的邀请我呢？我们邀请你？我看你是疯了吧！快点把人给我丢出去，一会儿爹地马上就要来了，别让他在这添。松手！霍心月。你着什么急啊？我记得半年前我的婚礼，你不是也是不请自来？给我砸！不仅毁了现场，干什么？还把我爸气进了 ICU。今天我是来以牙还牙的。你究竟想干什么？你猜？你知道今天来了多少达官显贵吗？你敢毁我的婚礼试试？那我不仅要毁了你的婚礼，我还要让你沦为港城笑柄。你敢！霍心月，沉住气啊，不然刚立下的温柔千金人设可要毁了。来人，把这个疯女人给我丢出去！别动！谁敢动我们家夫人？结婚了？对呀，她嫁的还是跟我爹地同一辈的老头，就这还好意思拿出来恐吓人？等等，你今天该不会是以那个老头女伴的身份参加的吧？当然啊，
不然你以为我怎么进来的呢？好，那还真算我邀请你了。不过啊，我要是你，就乖乖哄着老头待在家里，和年纪可以做自己爹的男人一块出门，多丢人呐！可是他不来，你们这个婚礼名不正言不顺的，进行不下去啊。哦。我还以为你勾搭的是谁呢，原来是孙家那个老头啊！我是看他主持过不少名流的婚礼，才邀请他来当我和阿成的证婚人。那老头都快70了，你也下得去嘴？他个老头还敢来耀武扬威啊，还不是我的坎。快点把他丢出去，爹地马上来了。谁敢动他？爹地，这个女人是来闹事的。怎么也不等我？我的夫人，也是你们能动的？爹地，你说什么呢？周堂，我的妻子，也是你们的新妈。妈，哎，乖。这是我和你 daddy 给你准备的新婚礼物。周堂，你别给我装模作样，谁骗我爹地不许碰他！霍新月，注意你的言辞。爹地，明明我才是你的女儿，你怎么就护着他呢？你知道他是谁吗？就跟他结婚，我不同意！我的妻子不容你来智慧。她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你清楚。她温柔善良，比你省心10000倍。爹地，他就是来骗你的，你知不知道？他其实是我知道你们之间有矛盾，但他愿意放下隔阂来参加你的婚礼，你就应该知足。宾客们都看着呢，忍一忍，别到时候闹笑话。集团股东又拿这做文章。没事吧？是我不好，我没有管教好他。不怪新月，是我没拿稳，把你亲手给他打的手镯弄掉了。掉就掉了，快起来！你身上娇嫩，这些草扎人。爹地，那是我小时候。我之前就担心带你妈来会让她受气，是她告诉我，今天是你的婚礼，我这个做爹的应该亲自到场送礼。如果你们不喜欢，那我跟你妈就先走了。你呀，你跟女儿生什么气啊？只要霍新月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为以前和现在犯的错跟你我道个歉，我们做长辈的就应该原谅啊。听到了吗？是吗？快给岳父大人、岳母大人道歉。给我爹地道歉就算了，他凭什么？大家都看着呢。啊！爹爹要是走了，不光闹笑话，到时候你在霍氏还有地位吗？清醒点吧。爹地，对不起，我知道错了。对不起。大点声。还有，注意称谓。
不起。妈，刚才是我错了，希望您大人有大量，别跟我计较。岳母，都是我们不好。没关系，现在我们都是一家人了，要好好相处才是。刚才那个礼物掉了，没关系，妈还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周堂，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还嫌回我婚礼回的不够？不够。计时到了，仪式该开始了。入座观礼吧。他到底想干什么？我怎么觉得我有点不认识他了？我就不信了，众目睽睽之下，他怎么毁了婚礼？真当咱们的保镖吃素？切！先生，快走！报仇哪是一报还一报，我要你痛到跪地认栽都不够。霍心月，我的反击才刚开始。别管我，照顾夫人。可是，没事吧？先生，我家小孩倒是个胆大妄为的，也不怕弄伤自己。先生，你现在没事吧？不过，这马到底是怎么突然失控的呢？他凭什么做呢？按婚礼流程到辞亲礼了，需新娘向娘家长辈磕头道别，图个吉利。让我给他下跪，我不！再忍忍，等故事控制了霍氏下游，并鼓动选你做总裁，到时候架空你爹，这家就你说了算。干嘛准备？
月儿，快起来！虽然我们以前有误会，但今天你这一跪，以后我一定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对待。常回家，我们好好培养一下母女情。堂堂霍家大小姐，港城第1名媛，婚礼竟成了个笑话。乖，别闹了，忙活一天了不累吗？你让我一忍再忍，是不是对周堂还车心难忘？怎么会呢？我只是没想到他会那么狠，为了报复我们，既然和你爹地那老男人结婚了，看来真是被我伤透了心。想当我妈，他也配？早晚让他滚出霍家。还有你，给我安分点，别搞出旧情复燃的狗血戏码。宝贝，他连你的一根头发都比不上，心里啊只有你。那还差。老公，咱们不管他了，今晚可是我们的新婚之夜，春宵一刻值千金呢。啊，别！你是不是把所有心思都放到周堂身上？瞎说！也不知道我爹地身体怎么样了，都这么久了，都没能给我弄出个弟弟妹妹的。周堂怕不是要守一辈子活寡了吧？哎呀！夫人，先生知道您喜欢这花儿，特意命人从法国空运来的。谢谢。他好像受伤了。糖糖，我现在是你岳母，你得叫妈。我知道你是为了报复我才嫁给新月他爸的嘛。我跟你在一起1年多都没有学会你的普通且自信。什么叫做为了报复你才嫁给霍彦慈啊？你有哪点比得上他呀？多金、帅气、专一，你有占一样吗？我知道你现在对我呢是因爱生恨，失去了理智啊。可你大好年华呀，怎么能嫁给新月他爸呢？他能满足你吗？啊？都说男人过了25就是60，我本来以为这句话在你岳父身上是个例外，没想到却被你应证了。新婚夜不去陪老婆，在这跟岳母闲聊天啊？我很有用的，我永远18岁。怎么，想要
今天的事不准再有第二次。我知道你报复他们很开心，但我不允许你把自己放入危险境地。你都知道了。既然你知道了，为什么还要纵容我？他们结婚，我本就不赞同。你毁了他们的婚礼，正合我意。我只想知道你们之间的恩怨，还有你受的委屈。其实没被奶奶认回周家前，我就是盛港中学的普通学生，普通到就算被霸凌，也没有人在意。后来在富理宫酒店与他再见，没想到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嚣张，甚至还当众掌掴我，所以我才会想报复回去。所以你就毁了他们的婚礼。我是不是很坏？如果是我，这点报复可不够。你是他 daddy， 你不帮他说话？在成为他 daddy 之前，我是暗门之主，或是掌权人。如果一味偏私，怎么管得了这么多人？我还有个问题，你靠近我是为了报复他，还是？你觉得呢？乖，不许再骗我了。骗我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骗你会有什么后果？每个人死法不同，而你是这样的。还不快点收拾完东西走人！我们霍家不养闲人。怎么了？以前是我忙于公司，没时间照顾 daddy， 才请的阿姨。现在你这新妈来了，这家里大小的活也就都要着落了。先生一会儿要去书房办公，你去煮锅小米粥，这里的事情交给我处理。有事冲我来，别为难李妈。这怎么能算为难呢？我只是觉得家里的活还是自己人来做比较放心。还有啊，你能攀上我 daddy 已经是烧高香了，让你做点家务，不像委屈你。你说的没错，自家的活应该自家人来做。daddy， 以后老宅的活就由你这个女儿亲自来做，以便孝敬我跟你妈。daddy， 你别开玩笑了，我还要去公司上班呢。上个月董事会的惩罚下来了，罚你停职1个月。停职？daddy， 你一定还有办法的，对不对？你帮帮我。这已经是我压下董事会后的办法，再闹就不是停职这么简单了。
这1个月留在家里好好孝敬你妈，再敢给她脸色看，就别想再进霍氏。李妈留下，她做的鱼汤，糖糖能多喝2碗。现在去给你妈做早餐，烤牛角包加煎蛋，别烤糊了。我现在没空跟你斗，休战。战争是你挑起的，你说停就停，真当自己是盘菜啊？到底想怎么样？我爸还在 ICU， 你这罪魁祸首也配跟我提休战？想让我停止报复可以，你去他病床前磕10个响头，少1个，这账都没还。几个月不见，你长能耐了。你爹地教的好啊，想要赢，就得比谁狠。你就不怕我告诉 Daddy， 你是为了报复我勾引顾虫才嫁给他的？去啊，去告诉他，我就是为了报复你才嫁给他的。你敢吗？我有什么不敢的？那霍先生知道他为霍氏戎马半生，而他的好女儿是如何仗着他的权势挪用公款哄婆家开心的吗？你以为这个事能拿捏我吗？我现在被罚停职1个月，就说明这件事在我 Daddy 那已经接过。那霍先生知道你高中的时候搞霸凌还闹出过人命的事儿吗？这么多年过去了，证据早被我处理得干干净净。你觉得我 Daddy 会信你的鬼话？一旦在心里种下了怀疑的种子，你 Daddy 手握那么强大的信息网，轻而易举就能查到来龙去脉。你说，咱俩谁先完蛋？你少吓唬我！我是 Daddy 悉心培养的继承人，你算什么东西啊？也配跟我比？你不怕？老公，你疯了！咱们俩手握彼此的把柄，就不要轻举妄动，别毁了这盘好棋。你真以为我 Daddy 会一直把你捧在手心里？你不过是他白月光的替身。你还不知道吧？我 Daddy 一直有个白月光，这么多年了，无论他换多少次手机，里面都存着他白月光的照片。你不过是身形跟照片里的人有几分相似罢了，这才让我 Daddy 对你有了些许新鲜感。可等他的白月光一回国，看 Daddy 还能护你多久？有这个新鲜感足够了。你那么蠢，拉你下水不要太容易。况且，你怎么知道你 Daddy 不会更爱我？嘘，看来得加快动作，至少在那白月光回来前，要让霍彦慈厌我霍心月。疼，轻点。你也是，你说你惹他干嘛呀？他有他爸一个亲人。你把人气进 ICU， 他不找你拼命才怪，还是躲着点他。怎么说的好像你真的是被我强迫的良家妇男了？别忘了，咱俩才是名正言顺的小三配合，他要
要是想报，你也别想逃。我这不是怕挪用公款的事被曝光吗？你是他亲女儿，你没事，我怕是顶白。所以，他不能留。你疯了！他现在是掉根头发，那岳父都能怀疑到你我头上。把这事儿一查到底怎么办啊？豆腐都有拿你呢，我们当然不能自己动手。我爹爹有一个白月光，虽然我不能确定是不是民医，但前些年他俩一个不娶，一个不嫁，在别人眼里就是心照不宣的一对。你想借刀杀人？民医爱慕我爹爹，又疼我，怎么会眼睁睁的看着我被后妈欺负呢？还是我老婆聪明。哎呀！民医，我自己在家受点委屈没什么，可是爹地现在竟然有心把集团股份分给那个女人。也不知道那个女人使了什么手段，把爹地迷得神魂颠倒的。早知道这样，当初我就应该劝爹地跟你联姻的。那个女人哪比得过您呢？您才是我们霍家夫人的首选。既然我回来了，我就一定帮我们月月出这口气。别哭了。无论如何，把这张照片中的人给我找到，他对我很重要。是。忙完了。刚刚在想什么？在想后悔跟你结婚。晚了，你是我霍彦慈明媒正娶的夫人，别想从我身边离开。不过，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让你突然后悔跟我在一起？是因为我老了？大叔哪里老？大叔才不老。我就刚刚看了一部短剧，说像你这样经历风霜、多金帅气、精力充沛的男人，想攀附你的女人不会少。然后呢？我心眼小，是我的只能是我的，不是我的我也不抢。大叔，如果有人觊觎你，碍了我的眼，我能行使正宫的权利吗？首先，不会有这么一个人出现。其次，如果真有人不长眼，硬要往上凑，你想怎么处置随你，我替你撑腰。我这匹马只属于你。大叔，要霍心月，你爹地有白月光又如何？我只会让他爱我爱到欲罢不能。今天来接我的竟是个面生的。霍心月坐不住。
科尔他们上了大小姐的车。不好！怎么之前没有见过你啊？哦，我是霍先生在公司的御用司机，先生特地吩咐我接您去富力宫吃饭。好。来了。让他们把我带到这儿想干嘛呀？有些事情也该上心，比如和太太圈的人打好关系，融入他们的圈子，别像高中那样孤僻。那你也应该知道，我向来对你们这种喜欢拉帮结派的小圈子不感兴趣。这可不是什么小圈子，里面的人可都是霍氏股东的太太，和他们搞好关系，对我家还有我爹爹都有好处。去吧，我大喊母亲。我正愁接触不到霍家的人脉圈，你倒主动送上门了。哦，对了，今天还是我爹地白月光的欢迎宴，给小家子做派，让人家觉得我们霍家女主人不入流。周堂，我今天要让你有来无回。月月，虽说这宴会是你举办的，但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带来吧？孙姨，这是我爹地新娶的那位，可不是什么外人。哟，是我眼拙了，这位就是霍总夫人啊。孙太太老眼昏花没看清很正常，是我们家新月不懂规矩，这么重要的场合也没提前通知，让我训完马一身汗的时候带过来。马都比你有眼力见啊！霍太太，你过来坐。听说你也是盛港中学毕业的，我女儿也是在那儿读的，一见你啊，我就觉得亲切。梦姨，您还不知道吧？我小妈跟您女儿是同一届的，当年大冬天把您女儿推下泳池的，就是。哎，我没记错的话，当年是您伙同孟同学一块霸凌我吧？都是小孩子不懂事闹的，这事情都已经过去了，霍太太，您就别记仇了。您现在都已经嫁入霍家了，也算是熬出头了。这要是再提旧事，倒显得斤斤计较。哎，孟太太，我记得你上个月投资被骗，带着记者大闹朋友公司要说法，您当时怎么没说自己斤斤计较？哎呀，快别提这些不开心的事儿了，霍太太，您跟霍总是怎么认识的呀？我可真好奇。现在的小姑娘都可会算计了，老许的朋友不过是跟一姑娘在酒店聊剧本，没几天人家就说自己怀孕了，要她负责，这不是明摆着拿肚子当筹码，拿捏老男人心软吗？一个男人若是检点的话，怎么会被涉世未深的小姑娘骗呢？与其批判怀了孕的女孩不检点，不如提醒那些老家伙勒紧裤腰带。好一个伶牙俐齿的霍太太！
好眼熟，好像在哪见过他。我马上来接你回家，别怕。好。霍太太可能不认识我是燕慈近20年的好友，也是与他共创霍氏的合伙人。他人生的大小场合我都在，可惜了，没赶上你们的婚礼。这话你应该能听懂吧？我爹地不敢让明姨知道你的存在，你呢，就像一个在正宫面前见不得光的小三，识相就给我滚蛋！你当初跟顾城搞一块的时候，他也没敢让我知道，你都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我为什么要滚？明姨，您还不知道吧？我爹地呢，根本就没打算跟他办婚。也是，要是真拿得出手啊，霍总早就昭告天下了。霍总现在怕是肠子都要悔青了吧？放着明总不娶，图新鲜，娶个带不出去的。我跟燕慈呢，确实没有打算办婚礼，他也就只给了我一些房产啊、股份，哦，这家酒店，还有楼下的博彩场，都是他给我的新婚礼物。你说什么？我爹地把富力宫给你了？富力宫日入10亿，霍总就这么送给他了？那霍太太现在的身家……霍太太，你的衣服脏了，正好你这身骑马装不符合今天的宴会主题，我这边多带了一套礼服，你去换上吧。明姨这是准备动手了吗？明姨让你换你就换，要是惹得他不高兴，这整个太太圈都容不下你。好啊，休息室就在里面，去换吧。好，进去。你自己在里面好好待一晚上，就像高中时候，没人来救你。霍心月，你尽管动手，你对我越狠，你爹地就会越厌弃。燕慈，你是来欢迎我回国的吗？我太太呢？爹地啊，您怎么来了呀？您不是向来不喜欢参加这个聚会？你私自把你妈接来这儿，他人呢？这是我们好友之间的聚会，妈觉得融入不了，就提前讲了。我最后问你一次，他人呢？周棠，敢抢我全校舞蹈比赛第1名，那我们就玩个游戏吧。今晚你就好好在这儿待着，没人来救。我可不懂容，隔着不送。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有没有人啊？放我出去！逃杀的荒漠，烟花成绿洲。你的爱是蒙蒙星海中一缕光，在刹那间
我就像大海拥抱着天空。15岁的周唐被人关在室内泳池里，整整1夜无人能醒。而25岁的周唐终于那个一心想着心儿，我想我早已富有，知足而懵懂的梦。我太太难得来参加你们这些无聊的聚会，却落得今天这般境地，你们是不是应该给我和她一个交代？我们不知道啊。星月不是说霍太太在霍先生那里没那么重要吗？还让我们挫挫她的锐气。早知道霍总把人当宝贝，借我们10个胆子也不敢孤立欺负他呀。我让你带他换身衣服，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明姨，我以为你让我带他去换衣服是借口，实际上是让我动手。我什么时候让你动手？这是我的欢迎派对，我怎么糊涂的在我的主场干这种事情？带下去。爹地不要，明姨你救我！霍心人，我就是要你狂妄自大的，所有人都认清你自己被意外推卸责任的本质，然后远离你。你也该尝尝被孤立的滋味了。今天我太太受辱，在座各位的家族，我一个都不会放过。我带你回家。燕慈，就算今天霍太太受了委屈，你这是在向港城整个上流圈宣战，就为了一个女人。你口中的女人，是我用最大诚意娶回来的妻子，是我往后余生的伴侣，也是会为我生儿育女的人。她，就是我霍彦慈唯一的底线。还有，你搞反了。不是我要凑你们上流圈的热闹，而是我霍彦慈人在哪儿，你们上流圈的人就涌向哪儿。啊！爹地，明姨，你救我！爹地，你知道的，我就是和他性格不合，但是我也没做什么呀，只是关了他一会儿，他又没怎么样，你至于这么紧张他吗？明姨可是您的多年好友，你怎么能为了救他就……月儿，当年爹地在安门打拼的时候你还小，可能忘了爹地的做派。无论是谁，只要敢伤害或者带走我深爱的东西，他的下场都不会好。爹地，我乖，等我处理完了，我们就回去。月儿，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被人绑架，那个绑架你的人，最后在我这付出了什么代价？今天我听到你妈被陌生司机带走，我的心情就好像当年听到你被绑架了一样。爹地今天受到了很大的惊吓，你要知道，当年那些被悄悄带走的人，很多都是真的回不来了。爹地，我知道错了，爹地。在我远离纷争这么久，无论是谁，只要敢伤害我霍彦慈视为生命的人，都得死。霍彦慈真是一个足够迷人也足够让人害怕的存在。如果他知道我骗了他，我的下场或许办完之后没赶紧逃了。爹地，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在你眼皮子底下耍小聪明带走周唐，我更不应该联合外人欺负他。
不好意思，情绪失控了。下次我处理这些，不会让你看到的。按老规矩处理。是。爹爹，你打算怎么处理我？既然你跟糖糖性格不合，就出国吧，以后再也别回来了。谢谢你今天来找我。谢什么？找你把你从泥潭里拉出来，是我这丈夫应该做的。那你不觉得我是个麻烦吗？每次我不好好吃饭，饿得胃疼惹你生气的时候，你觉得我是个麻烦吗？所以啊，你就不要觉得你与我是个麻烦，因为我希望，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听说燕慈要把她女儿送出国，你呢？还不打算收手？这怎么够？霍新月说到底是霍家大小姐，那日后要是霍家叔伯一求情，霍言慈肯定会心疼这个他疼了20多年的女儿。我要的是让她失去所有。你这小狐狸，你想干什么？其实我今天来想求您一件事儿。场主，外面有位女士说找您有事儿，但看那架势，像是来砸场的。短短1个月，孙徐两家差点让霍元慈逼到破产，孟离两家也元气大伤，除了我还是好好的。今天我来这儿，不是来向你炫耀我在他心里的地位，相反，我太了解燕慈了，触碰他底线的人，他都不会收人，所以是你让他放过我，对吗？因为我帮过你。我听不懂明小姐的话。先前我见你的时候觉得很眼熟，后来听他们说你在盛港中学读过书，还被人欺负过，就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儿。这话是什么意思？翻译话吗？为人凶狠威风什么？真有能耐，就去跟比自己强的人较量。在这欺负一个女孩算什么也是。现在都给我散开，否则的话，都给我记过出来。走，快走！
姐姐，怎么样可以不被欺负？我之前也被欺负过，后来想明白，要想不被欺负，就得手握让人害怕的东西，要么是有掀翻桌子的本事，要么是别人抢不走的底气。10年前，是你把那个女孩从泥沼里救了出来。后来她听你的话，好好读书，考上了你创办的商学院，攒下人生第一桶金之后，又跟着你投资产业，过上了以前都不敢想的生活。我现在终于明白，霍彦慈为什么会选你了。你俩的底色都是一样的，都熬过了最难的日子，但是从不低头。他从暗门里闯出霍家的一片天，你从泥沼里争出自己的底气，骨子里都有不服输的狠劲儿。他的身边都是趋炎附势的人，只有你这样从泥沼里长出锋芒的人，才配张他的身边。谢谢。我自诩聪明了一世，没想到在感情里犯了糊涂，差点成为对付他心间人的刀。霍太太，我想为我的单恋在最后争一把，敢跟我赌吗？赌什么？大叔，刚有人跟我赛马，赌注是你。那糖糖赢了吗？我怎么可能输啊？毕竟我那么在乎你，怎么可能把你拱手让人？哪怕是你的白月光。你说明宁是我的白月光？我还吃了好大一桶醋呢。毕竟明宁姐那么漂亮，万一竞争不过怎么办？你用不着吃醋，明宁不是我的白月光。我最爱的、最在意的只有你。If I feel alone, 그대는 그 위로 하나 때문인걸. I feel need. 开车吧。I feel love with you. 太太圈的人不理我了，明义也不接我电话了，这下你满意了？前几天一口一个妈叫那么孝顺，今天还亲自下厨哄你爸，怎么这会儿装不下去了？对，装不下去了，以后这厨房你就自己下来了。今天过后我就要回公司了，你自己在家想怎么得意就怎么得意，我不 care。还有啊，说到底你不过就是我daddy养在这宅子里的金丝雀，可我不一样，我是他悉心栽培的继承人，他给我铺的路设的战场，从来不是这厨房宅子，而是霍氏的未来。霍心月，你的战场不在这里，可我的战场目前就是你。无论你要去哪，要做什么，我都不会让你如愿。总经理，这是新招的几个总监名单，您过目一下。放那吧。他怎么在这儿？明姨，新进来的总监名单里面为什么会有周棠呢？人事部还说是您力保的，可我们不是一条船上的人吗？您怎么能背刺我，放他进来？我只站在公司利益这边，那就更不应该让他进来呀！还是说是我爹地要求你才？周棠简历足够优秀，符合公司招聘标准，我留下他很正常。你也别搞小动作了，记住了。周棠想进集团分一杯羹，做梦！还好我手上有第二人的权利，
你呀，就是快被裁的三不带着。嘿，你猜我看见谁了？是周棠，他竟然来集团入职了，正在参加新人培训呢。我知道，民医保的他，分销商计划赶紧启动，我要把我爹地拉下，让他知道他的女人也是有本事。学姐，你能来集团真是太好了，以后啊我也有靠山了。不过你是不是得罪了人？怎么被分到了三部？三部怎么了？连续亏损了2年，听说整个部门随时可能被裁。霍总来了，那是我们集团的总裁霍总，年近40，英俊帅气，不光能力强，身材还贼好，那肌肉一看就知道他体能超棒，体力确实不错。你怎么知道？睡过啊？这位员工，上班禁止讨论领导，待会儿来我办公室一趟。好的，霍总。这2天早出晚归见不到人，原来是入职霍氏了。霍总不欢迎啊？当然欢迎，不过以你的简历，当部门经理都可以，为什么去三部当市场总监？屈才了。要不然我跟人事部的说说。从我入职霍氏开始，就没想走霍总后门。也是。听说三部快不行了，霍总敢跟我打个赌吗？赌什么？如果我让三部起死回生，你就奖励我一个吻。现在就能给。我就不信了。你看上的人果然没错呀，才归没多久，就让死气沉沉的三部又活过来了。不仅亲自跑市场拉分销，还积极策划营销方案，当我总监可惜了呀。我家小孩就这样，他想做的事，再难也会做到。就连我现在跟他约会地都快成公司了。之前还以为你只是贪图他的年轻貌美，现在才明白他身的生命力有多让人向往。我若是男的呀，你怕是多了个竞争对手哦。电话。喂，燕慈，刚刚市场部说我们的方案通过了，我的努力没白费。方案成功了是该庆祝，但你的怀抱只能是我的。
我怎么闻到了那么大的醋味儿啊？每天跟你早出晚归，都快把公司当成家了，还要看着你跟别的男人搂搂抱抱，我能不醋吗？哎呀，那熬了1个礼拜的方案大获成功，那大家激动才……大叔吃醋的样子好可爱。还不乖乖哄我？怎么哄嘛？这样啊？从今以后，不许其他男的碰你，你从上到下都是我的。我饿了。开车。周总监，你向集团申请3000万的新品启动金，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如果你们3部1个季度做不到5000万的营收，你可是要离职谢罪的。我说能做到，就一定能做到。他这次肯定完蛋，3部本来就是个烫手山芋，之前被他盘活完全是他运气好，还想超过1部的销售额，做梦！去通知下面所有合作社，谁敢接3部的新品，就永远别想和1部合作。我要让他从集团滚蛋。帅姐，华东的合作商突然下架了我们的货。华南那边也说不合作了，要为1部的新产品让路。是不是你做的手脚，让合作商下架了我们3部的产品？是又怎么样？周唐，你要完蛋了！现在1季度已经过半，你们3部恐怕连1500万都没挣到。你有意思吗？用这种脏手段，你不怕霍总知道吗？部门之间有竞争很正常啊，是你自己技不如人。我爹爹很快就会知道，他娶的是一个废物。周唐，看你拿什么跟我斗！我是大家认可的顾氏唯一继承人，想在我的地盘分一杯羹，你也配？学姐，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早就知道霍新月会横插一脚，去启动我们自己的合作商。准备打一场翻身仗。这几天忙得没时间陪你，下周你就要去国外出差了。你让接下来的1个礼拜我怎么办啊？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我把陈铎留下来陪你。公司搞不定的事都可以找他。放心，我能搞定。
Why can't I live a normal life? No matter how hard I try. 你的方法奏效了，底下都在传，是岳父大人为爱兜底，将资源倾斜给了三伯，气的那些合作商已经遍体上书了。太好了，走去找我爹地，好好劝劝他老人家。用我的私人账户给三部划5000万兜底。慢着！不经通报就闯进来，是我教你的规矩。Daddy，您被那个狐狸精勾得老糊涂了吧？既然打算拿私账给他兜底，我不同意。我做事还轮不到你来管。那我什么时候能管？等我当上总裁的时候吗？爹爹，看清楚了，现在除了三部，其他部门都听我的，集团下面的合作商也只认我。爹爹啊，您实在是太过于溺爱周唐了，甚至到了不惜为他作假的地步。也难怪下面的人会传出您分配不公，导致集团内部管理混乱、营业额暴跌的指控。爹爹，你猜我要是把这些证据还有联名书交给董事会，他们会怎么处置你？认清现实吧，总裁之位你保不住。你的确是翅膀硬了。再不硬，难道等着你把属于我的东西都给周唐那个贱人？放肆！谁允许你这么辱骂你妈？爹爹，你竟然因为那个女人打我，她算我哪门子的妈呀？你是被那个女人勾得魂都没了吧？才把自己多年的心血拱手让给我。不过，这些本来也是我应得的。就你这点心思，想不出这样的账。说，谁教的你？我。这你不用知道，爹爹，体面点离开。我还是会跟大家说，您是去考察了，才把集团交给他。行，既然你这么有本事，集团就交给你了。签了吧。从今往后，我就是霍氏的临时总裁。哦，不过爹爹您还是可以在这个位置待到任期结束。给先生让开。我怎么觉得这逼宫会不会太容易了些？是有点容易啊。不过你爹爹连调任书都签了，你现在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临时总裁了。哎呀，快，让我听听激动人心的称呼。嘿，岳总好。哎呀，早知道我爹爹是个纸老虎，我早就反。用得着受周唐的气。你爹地呢？哼！我爹爹
就在刚才，他已经从集团出局了。从今往后，整个集团，霍新月说了算。周唐，你以为攀上我爹地就能把我踩在脚底下吗？我要让你永远都当不成总裁夫人！你敢打我！你！霍新月，你最好祈祷这个集团没了你爹地，你能守得住。别让他半生的心血都送给别人做嫁衣。你还是操心一下3步吧，做不到5000万营收，我看你怎么收场。贵了，现在到底要说不给你？没了我爹地，看我怎么收拾你！怎么来送我一句话都不说？对不起，火焰子，因为我让你遭到了亲人的背叛。怎么眼睛红红的？舍不得我？大叔，我好像越来越喜欢你了，一刻都没有办法离开你。被我沉默，有一种默契，不问也懂。冰的啤酒，要不是这次出国的计划太紧，你也有事要忙，我真恨不得把你揣进兜里一起带走。你记住，就算我在国外，我也会一直在你身边。从来坚定又问号，并肩走着，我就永远不会跌落。他说有事给他打电话的。想他也算吧，都半个月没消息了。这个时候了，还有心情吃东西呢？哦，也对，你本来就是利用我爹地来报复我，对他没有半点真情，又怎么会在乎他在哪，在做什么？又或者是在某个女人怀里？你来干什么？孙克，你还以为这别墅里的人都跟你一样拎不清吗？霍家夫人可以是任何人，但大小姐的位置只会是我，该滚的人是你。周唐，你霍家夫人的好日子到头了。霍衍慈与国外报绯闻，记者拍到他在瑞士与神秘女子滑雪，举止亲密。该女子未露正脸，但
但据知情者透露，其疑似霍总白月光。这正牌找到了，你这个替身该怎么自处呢？你以为我会信这些绯闻吗？我爹地他不会回来，更不会管你。看我接下来怎么玩死你！糖糖，心月没骗你，岳父也是男人，也会犯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你到底想说什么？或是如今的局势已经明了，该为以后考虑了。考虑？考虑什么？考虑放弃霍彦慈，转到你的麾下。岳父已经不会回来了，可除了我，还有谁能保你啊？我一定会。他一定会回来的。你这个脏东西，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了？你，既然你不识抬举，那就等着。我和新月不会放过你。你有种试试！早知道他有白月光，我为什么还要心酸？也好，我们算是各取所需。这样，事情结束之后，我就能轻松离开，不用把自己递给他。已化为乌有，只知道最后难以忘记你。回忆所有的往事，一转身变成了秘密，解不开也。大叔，好真实的大叔。大叔不是去国外出差了吗？看来是我做梦了。糖糖为什么哭？是被人欺负了感到委屈，还是以为我不要你了？大叔不能不要我。大叔，你知道吗？自从高中的时候被关在泳池里面一夜，我就特别怕黑，我那么多年都没办法好好睡觉。但是我发现，在大叔怀里，
我可以睡得很安心。好，那我就留下来哄你睡觉。嗯。糖糖，别捣蛋。我就想看大叔为我疯狂的样子。那可是你自找的。那可是你自找的。被鬼压床了？怎么浑身酸痛成这样啊？我就想看大叔为我疯狂的样子。那可是你自找的。周棠，你真是疯了！你竟然还做春梦，你是有多爱他呀？你真是在他手里了。别想了，今天还有场硬仗要打。董叔叔，这位就是我爹爹新娶的老婆，绣花枕头罢了。就这，我爹爹还让他进了公司，想抢我的位置，做梦。这怎么可能？正如各位董事所见，我们3部1季度的营销额已破7000万。不可能，肯定是我爹爹给你兜底，不然就凭你们3部，怎么可能有这种业绩？我就知道你们会有这样的质疑。各位股东请看，这是我们和各地合作商的销售额，没有一笔私人注资。还有这个，是我们霍总经理和顾总监威胁合作商拦截我们3部订单的录音和邮件证据。你胡说什么呢你？你胡说什么呢你？是不是你做的手脚，让合作商下架了我们3部的产品？是又怎么样？周棠，你完蛋了！现在1季度已经过半，你们3部恐怕连1500都没挣到吧？这事要是传出去，必定影响霍氏的股价。霍经理，你做的也太不地道了吧！霍经理如此失格，他是难胜任集团临时总裁，正好下个议题是新任总裁选举。林远，你什么意思啊？咱俩不是一条船上的。霍经理，你可别冤枉我，我只和公司利益参资，谁像你为了私利被动？霍总和霍经理从来没把公司的未来放在眼里。既然人都齐了，那我们就进行新任总裁的投票选举吧。霍总他不在，我们就当他弃权。周总监，那你下去吧。明总还不知道吧？我跟霍总结婚的时候，分得了霍氏10%的股份。霍新月，你自作聪明把你爹地赶出去，现在霍氏要被你拱手让人了。住口！要不是因为你，我怎么可能跟我爹地闹掰啊？你与其怨天怨地，不如好好想想怎么跟你爹地交代。
各位董事，霍氏现在缺一个能稳职的人，我在霍氏深耕多年，总裁这个位置，我燕慈，爹爹。明董这么着急抢总裁的位置，是觉得自己稳赢了吗？霍总，你怎么回国了？你不是在国外陪家人吗？陪家人是假，把我蒙在鼓里耍是真。我再不回国，公司恐怕要被某些蛀虫给钻空了。不是要选举新的总裁吗？那我也推荐一个。我推荐周唐为新的总裁候选人。霍总，你知道？乖，你知道。爹爹，我不同意。霍经理，注意称谓啊！公司只有上下级，没有亲属关系。你选他，不就是因为她是你的妻子吗？她是我的妻子，但同时她也是三部的总监。她刚接手三部的时候，三部还是个连工资都发不出来的烂摊子。你断了他的供应商，是他自己建渠道，让季度营收超过24%。集团内部跟下游供应商闹成一团的时候，也是他主动出头，稳定了各方，让集团的其他部门的产品能够稳定的对外输出，或是要能扛事、能赚钱的人，而不是只会内斗的草包。周总监有这个能力，这个职位只能是他的。爹爹，我才是您亲手培养的继承人，怎么可能因为一个外人这么想走我的位置？这里是董事会，不是你撒野的地方。来人，把霍小姐请出去。爹爹，你不能这么对我，他都是骗人的。周唐他接近你就是有目的的。爹爹，爹爹，你放开我！爹爹。霍总，你选夫人当总裁，无非是想保霍家势力。可他来公司不久，我认为我更……听懂？你让公司供应商让集团的核心产品低价出售到你名下的公司，再高价出售。这里的银行流水和合作协议，需不需要我一字一句的念出来？霍总，我是一时糊涂。一时糊涂？你跟霍新月联合逼宫的时候，怎么没说是一时糊涂？现在我以集团最高股份持有者的身份罢免你在集团里所有的职务，法务会追究你的责任。不是要投票吗？同意周唐升任总裁的举手。先生，大小姐果然是与明董勾结。果然是他。先生，您瞒着夫人没去国外的事儿，要是让她知道，会不会听信大小姐的构陷？以后再解释，先解决掉集团里的蛀虫。您这连环计怎么听起来像是培养夫人再做继承人？以他的能力，岂只是一个小小的市场部总监？她是我精心挑选的夫人，我可以和她共享我的一切。宝宝，还不抱一下？霍总刚刚自己说，公司要有上下级，我觉得我们还是保持距离比较好。哼哼。
原本是为了恭喜3部破7000万营收，现在加更，恭喜总监晋升总裁。今天的下午茶我请客。周唐，你抢走我的位置，让我跟爹地闹掰，这一巴掌本来就是你欠的。你现在知道被抢东西的痛了，可惜了，霍心月，你还不够痛。疯了！其实你高中霸凌我的事情，我早放下了。我好不容易克服心理阴影，想开启新篇章，是你再次出现毁了这一切。你抢走我未婚夫，把我爸气进 ICU， 还刻意封锁医疗资源，我才抢走你一个总裁的位置，你觉得够吗？别得意，你不过就是我爹地为集团聘请的高级员工，我才是他的亲人，他名下的一切早晚都是我的。不管你再怎么努力，都不过是为以后的我打工罢了。你怎么知道，在你爹地的努力耕耘下，他这辈子只会有这一个孩子？没事吧？大叔，来人，把大小姐请出公司。她现在已经不在集团任职，以后不准她踏进霍氏半步。是。爹地，爹地，你不讲理！他就是一个骗子，他接近你就是因为我从婚礼上抢。我这就带七月离开。别疯了，把我送去，你更斗不过他。糖糖，你和他们到底藏着什么秘密？霍心月，现在你爹地的偏爱、人脉、总裁的位置，都被我攥手里。接下来就是你的继承权，我一定会让你失去一切。陈多说你一下班就离开了公司，我知道你在生我气，但是可不可以不要留我一个人在家，也给我一个负荆请罪的机会？爸，奶奶给我们找了国外最好的精神科医生，下周就送您过去。爸，女儿现在不一样了，有资源，有能力了，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去查周唐跟顾虫到底是什么关系。是。
第一次看见霍先生，又失落又紧张。以为你不回来了，刚打算去找你。跳一曲。这些日子不是我的错觉，你一直在我身边。半夜爬我床的男鬼，是你。是。把我弄成这样的，也是你。还在生气呢？哪儿敢啊！15天不回消息，不接电话。按照我们年轻人的规矩，这叫分手。那你就不能原谅我一次吗？更何况我们是夫妻，分不了。霍彦慈，你混蛋！我在公司跟你女儿撕，跟合作商斗，回到家还要看见你在瑞士陪家人的绯闻。我一边在想你是不是不要我了，一边还要硬撑着处理烂摊子。那你在监控后面看我就跟傻子一样。抱歉，不过你也知道，集团夺权不能来硬的，只能看谁先露出马脚，所以我必须躲在幕后恐惧。不过我的霍夫人，不是已经猜到我在你身边了吗？是啊，我早就猜到了。从你在地下停车场说会陪在我身边，就算我在国外，我也会一直在你身边。我就猜到你这次退场是蛰伏反扑，只是我这颗棋子慌了。我看到你跟别的女人一起滑雪，你还给她披衣服。英明神武的堂堂大人，难道看不出来那是 AI 合成的？更何况你不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妻子。别人说都不算，腐烂回忆在徘徊，掩盖期待，浇灭心存的释怀。相逢不遗憾，再是你爱，我还在等你来。被揪心的不安，是否被感觉死缓？到头了才算明白，火花灿烂，总比一方更加难挨。去漂泊半生，找不到爱。小祖宗哟，你都1天没吃喝了，注意点身子。跟你在一起我就没顺心过，你就是来克我的！那就别吃了。你以为我愿意跟你耗到现在呀？啊！要不是你当初把我从周腾手里抢过来，我就能让给你耗到现在吗？你还惦记着周腾？惦记？
人家现在是霍氏总裁，我惦记得着吗？倒是你，以前有你爹爹撑腰，现在他讨厌你，还削了你的权。你除了会冲我发脾气，你还会干什么？你竟然敢这么说我！我要不是为了把你们顾家，霍总让他今天接不接近吗？帮我？你就是为了跟周腾作对？你看看你现在，一有什么事就往我身上发脾气。霍心月，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爹爹放弃我了？怎么可能呢？我是我爹爹唯一的女儿，他怎么可能会放弃我呢？好了，要不你给爹爹打个电话，让你回公司。我看了这么大的错，我还回得去吗？都怪周堂这个贱人，以前他不让我好过，他也别想好过。祖宗，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可别再把太岁头上动土了。明的当然不行，我来阴的还不行。过两天不是周堂的生日吗？如果在同一天，我爹爹有一件不得不做，还必须抛下周藏的事情发生，就算当时没什么，那之后他们可能心里会不会更好？霍先生说他很快就到了。夫人，先生说临时有急事来不了了，让我先送您回家。据网友爆料，知名女企业家明宁于今晚酒宴上遭人下药迷晕绑架，幸得霍氏总裁霍彦慈搭救。据现场视频显示，霍总亲自出手将明宁从歹徒手里抢回，随后两人姿态亲昵，同乘一车返回富丽宫酒店。夫人，您别误会，这都是媒体乱传的。喂，还不赶紧撤掉网上关于先生所有的谣言，快！这对曾被誉为港城双界双剑客的旧识，早年早就传过不少绯闻，如今这场英雄救美，或许是两人感情复燃的信号。带我去找他。先生说带我去找他。是。据网友爆料，知名女企业家明宁于今晚酒宴上遭人下药迷晕绑架，幸得霍氏总裁有事儿啊？今天的新闻看到了吧？我早就提醒过你，明姨在我爹地心里分量很重，不是你能比得了的。怎么样？在25岁生日这一天，老公为了别的女人抛下自己，这滋味不好受苦。与其在这可怜我，不如多看2本书补补脑子。连搬弄是非都显得欲盖弥彰。你就不怕你爹地查到底是谁做的？你怎么知道？你可真是猪八戒照镜子，一脸蠢样。夫人，到了。他们哪个房间？1908。霍夫人
是在犹豫什么呢？原来我没看错，你真的受伤了，所以你才让保镖劝我别来找你。我见不得你为我操心，医生说了，小伤养2天就好了。霍彦慈，我能容许你心里有更重要的存在，我也能容许你丢下我一个人，但是我不能容许你把我视为一个不能跟你一起并肩，永远只被你保护，被你因为所谓的好隐瞒真相的弱者。你还笑？哎，我笑是因为看到你替我担心，我还挺开心的。谁要担心你？你快把我放下来，不然手全撕裂。乖，我现在就带你去看看我原来的世界。二爷，枪都盘包浆了。我记得当年咱们用这枪出任务的时候，来了。霍总受了伤，也不在家好好休养，这么快就带到大嫂来见我们，怎么是怕我们不认啊？不是怕你们不认，而是是时候该认了。周堂，我的妻子，以后她的事就是我的事，还希望诸位多多照顾。那是自然。大嫂，我周某是个粗人，以后有用得到我的地方，我会在所不辞。早就听闻大嫂的厉害，今日见到我们几个从沙场里面摸爬滚打之人，竟然不怯。不愧是大哥的女儿。大嫂，来暖暖手，咱们仓库里面凉。谢谢。谢什么谢呀？你可是大哥第一个带回我们秘密基地的人，连新月都没有这个资格。看得出来啊，您是大哥心尖尖上面的人。我们兄妹团7个人，除了在场的5位，还有1位就是明宁，另一个在早年的帮派斗争中去世了。我们那是生死之交，谁出了事儿，就近的人都会过去救他的。所以今天霍彦慈豁出去去救明宁也是如此。大哥，你前几天不是在找早年救过你那个人吗？这人不就是在你身边吗？什么？我第一眼看见大嫂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眼熟。原来是早就见过呀。大哥，你可还记得8年前你最后一次出任务的时候，你的眼睛不小心受了伤，当时我为了护你，眼看了一些追兵，再后来你被一个女学生所救。
终于退烧了。这不是我父亲，我养父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吗？现在无归原主了。后来，大嫂用大哥的电话联系了我才能救出了大哥。可当时急着带你去做手术，就忘了要大嫂的联系方式，才导致大哥找他找了这么多年。这可是缘分天注定。大哥，你以后可得对大嫂好一点儿，不然我们可不答应。不用他们说，我也会好好待你。以后，这个就是你的。所以，我的救命恩人，打算要我怎么报答你？那等我们都忙完，你陪我去看枫叶吧。在这个城市，无论是谁帮了我，都恨不得从我身上得到千百倍的回馈。怎么只有你？只要让我陪你看枫叶？那我跟他们能一样吗？他们索取的是外物，我想要这个人。我的所有都是你的，糖糖，你知道我今天受伤的时候在想什么吗？怕我难过大哭？不，我是怕我走得太早，以后没人能护你，所以我想能活得久一点，或者提前为你打算好。今天我去富力宫上药的时候，我把律师约了过来，立好了遗嘱。霍彦慈，为什么听到他这样说我会发火？难道我真的……霍彦慈，你让一心利用你报复的我，该怎么面对你？就像我刚才带你去见他们认你这个大嫂一样，我希望提前帮你计划好，不管我以后在不在，我的一切都是你的。那你就不怕我另有所图吗？万一我不爱你呢？那糖糖，你爱我吗？糖糖的眼泪都是甜的，看得出来你现在是幸福的，所以我能认为你是爱我的。爱，霍彦慈，我爱你。糖糖，我这一辈子看过了太多人离我而去，我只求你不要离开我。柯彦慈，如果你知道最初我接近你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你女儿，你一定会生气的吧？到时候你还会让我留在你身边吗？你说你爹爹要是查到骚扰民营那个小混混，哼，派去。
怎么办？放心吧，我已经提前打理好了，他查不到。一想到我爹爹和周唐现在有了隔阂，我昨天晚上睡得比以往都香。哎呀！今日上午，明宁女士发布声明，澄清与霍氏集团总裁霍燕慈的绯闻，称两人仅为商业合作伙伴，霍总已有合法妻子周唐女士。霍氏集团也确认了声明内容，并透露霍燕慈先生与其妻子周唐女士将于3个月后举办婚礼。怎么会这样？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再这样下去，周唐会抢走我的一切。不行，我必须让我爹地知道，周唐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你疯了！我会被你连累的。我没了，你也别想好过。阿朵，你也怎么来了？是不是我爹地愿意见我了？快点带我去见他，我有事跟他说。死了这条心吧，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先生。什么意思啊？你不会以为你对明总做的事儿暗门查不到吧？我来替先生传个话，其实你在集团里面逼宫的事儿，他并不在意，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多次触及他的莅临、他的挚爱以及他的兄弟。爹地打算怎么处理我？送去东南亚自生自灭。先生，都处理好了。处理好了，只是大小姐不肯离去，闹得厉害。猜到了，夫人的事呢？夫人和姑爷确实都说爱人如养花，夫人这朵玫瑰，先生自是养得起好的。下去吧，别让他发现了。继任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不管，你得陪我出席，不然我害怕。好，陪你。不过大叔怎么了？眉头越来越深了。糖糖，你爱我吗？他是察觉了什么吗？这话你昨天晚上爱我的时候已经问了很多遍了。我知道你是担心自己闲下来了，事业上没有魅力了，怕勾不住我了。但是你放心，我只是暂时接管公司，最后肯定会物归原主的。为什么？你现在是奋斗的年纪，怎么能闲下来呢？不然有一天东窗事发，我真成骗色又骗财的了，怕是会被下追杀令的吧。所以周唐，我究竟是不是你报复顾冲的工具？你很爱他吗？爱到为了他强迫自己来到我身边？放开我！放开我！我不走！我不走！没见到爹地之前，我死也不走！爹地。
当初我绝望到放下尊严跪在你面前，求你别对我爸封锁医疗资源，我拒绝。现在你遭受的痛都是自食恶果。霍心月，你发起的游戏结束。大叔，神神秘秘的，你要给我看什么呀？之前一直没有给你过生日，又忙到现在，才有机会把礼物补上。太贵重了。贵重这个词，从谁口中说出都可以，唯独不能是你。因为在我心里，你就是我最贵重的存在。以后只要你说喜欢，我都会去帮你找来。如果超出我的能力范围，我也会想尽办法够到它。或许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值得。凡事论迹不论心，更何况我也有亏欠你的地方。首先，我没有将女儿教好，让她做了很多伤害你的事。后来明知道她不是真心悔过，还一而再再而三的纵容她，让她又有了伤害你的机会。所以我想，你一定很爱她的母亲吧？吃错了？没有，我就是能充分体会到你的爱屋及乌。霍心月不是我的亲生女儿。什么？她是老齐的女儿，就是兄弟团里唯一去世的那位。她去世前，唯一的遗愿就是让我照顾好心月，所以我才会将她视如己出，不婚不娶，直到遇见了你。所以我们只属于彼此。哼哼，你不正经。我试试婚纱。行啊，我去楼下等你，我美丽的新娘。退下吧。周棠呢？知道我要跟他鱼死网破了，不敢出来见人了。我说过，你没资格见他。Daddy 啊，您可真蠢！周棠他根本就不爱你，他跟你在一起，纯粹是为了报复我，报复顾宠。您还不知道吧？周棠跟顾宠之前是男女朋友，他们差一点就结婚了。说完了吗？难道你一点也不在意吗？周棠他就是在利用你，为的就是抢走你对我的宠爱，抢走我继承人的位置，抢走整个霍氏。他对你没有半分爱意，他那样的女人是不会爱你的。Daddy 啊，一个心都不在你身上的女人有什么好留的？我是你的亲生女儿，我们之间是有血缘关系的，我怎么可能会害你呢？你笑什么？这些年我对你的宠爱，继承人还有霍氏，都是你凭实力送走的，怎么能说是他抢走？Daddy，你是周棠居心不良，只有我是为了你，为了霍氏好。为了我，为了霍氏。这些年你做的恶全在这儿，以为我都不知道是吗？高中时你杀了人，是我去受害者家属面前赔礼道歉，花5000万帮你擦屁股。后来你买通管家，
谎称你在学校里好好学习，已经改过自新，让我放心，实则一直在霸凌周堂。爹地，不是这样的，爹地，不是这样的。后来进了公司，你又做了什么？为了一个男人，挪用公款，为了泄愤断人长辈活路，无德、无知、无信，甚至为了一己私欲，夺权，更是无效。爹地，爹地，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我想今天，如果是你亲爹在这儿，也不会比我更纵容你了吧？亲爹，爹地，你说什么呢？什么亲爹？我不就是你的亲生女儿吗？你别开玩笑了，这一点都不好笑。你之前犯的错，我总是让你跪在这个牌位面前。你问我，这个人是谁？怎么可能？你一定是为了周堂那个女人在骗我，对不对？我怎么可能不是你的亲生女儿？他就是你的亲生父亲。你3岁的时候，亲生父母意外身亡，我就把你接到身边，亲自抚养。怎么可能呢，爹地？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唯一的女儿，你怎么能为了周堂那个女人就不认我了呢，爹地？这些年，我已经对你仁至义尽，去往东南亚的船已经安排好了。从今天以后，你是死是活，都与我无关。不，爹地，你骗我呢，对不对？我是霍家唯一的大小姐，霍家也本应该就是我的，你就是在骗我。燕慈，我画好了。你别下来，我上去。快跑！队长，燕慈，燕慈，燕慈，你别杀我！快叫120，快叫医生！燕慈，夫人，联系到医院了，最快5分钟到。周堂，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陈多。霍心月，你有什么仇冲我来？为什么要伤害你爹地？他算我什么爹地？他为了你都不认我了，这一刀该他受。霍心月，你该死！是，我该。但是你也没好到哪去，让我爹地风光一世，临死了。还知道他心爱的女人是为了抱他女儿才嫁给他的，你说咱俩谁更悲？夫人，真是快不行了。燕慈，霍燕慈，你撑住好不好？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爷爷再高一点。好，小公主，1、2。看这里。天哪！救救我爹地！救救我爹地，好不好？霍心月，我们从小被先生收养长大，他对你的好，所有人都知道。自从退出帮派纷争后，他一直对谁都设防，唯独对你却没有。结果
你救救他！你救救我爹地！我求你了！齐心月，你真的辜负了先生一直以来对你的期望。监狱是你最好的归宿。病人送医及时，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再1-2天呢就能醒过来了。对不起，大叔，我确实想利用你报复霍心月，但我真的没有想要伤害除了他们之外的其他人，尤其是你。我知道你想以真心换真心，是我让你失望了，我辜负了你的真心。大叔，你不是一直很想要个孩子吗？其实现在就有了，你开心吗？我觉得你应该不会开心的吧。我知道现在对你来说，我就是一个骗财骗色骗感情的大骗子。可有一件事情我没有骗你，我是真的爱你。从你为我奋不顾身那次开始，后来你又在泳池边把我找到，以前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很好，但是你的出现让我觉得有了你会更好。但是为了你可以更好，我这个差点害死你的大骗子就先走了。但是我好像越来越喜欢你，一刻都没有办法离开。他们索取的是外物，而我想要的是你这个人。怎么是你？来干什么？看你笑话。你把我害成这样，还有脸来看我？我爹地呢？我要见他。你把你爹地害成那样，你还有脸说要见他吗？霍心月，你再也见不到他了。你什么意思啊？我爹地他怎么了？说话呀！我爹地他怎么了？难道他……你给我站住！周棠，我爹地他怎么了？周棠，你给我回来！所谓杀人诛心，霍心月，你余生都会在这牢里为自己的恶行忏悔。
逃到。对不起。这句对不起我受了，但是以后你对不起的话少说，对不起的事少做，好好改造吧。先生，你请啊。夫人呢？夫人，她把这份东西交给我之后，就离开了。离开？去公司了吗？他在哪儿？夫人自知有愧，无脸见你。她把这东西交给我之后就离开了，具体去哪儿谁也没说。什么有愧？什么没脸见我？我不介意他怎么对我，我不是跟他说了，我只要他在我身边。夫人走之前要我好好照顾你，更何况你现在身体有伤，更应该顾及一下自己啊。我昏迷的时候，听他说怀了我的孩子，我怎么能让他自己一个人走？他一个人要怎么办？我从来没有怪过他，我也舍不得怪他。你去把夫人找回来。是。周棠，你怎么可以在骗我之后，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你要骗，也骗一辈子。你还伤着呢，不好好在医院躺着，怎么出来了？妈，整个港城只有你有能力在安门的眼皮子底下把周棠藏起来。我求求你告诉我，他到底在哪儿？是我送他出去的，没错。但我不知道他出了港城以后到哪儿去了。先生，我们现在去哪儿？或许他想走的路，我们终会遇见。前2个月暴雨，这树被风刮倒半棵。当时园林师傅来扶，没急着绑绳子，倒是蹲下来把压断的枝丫剪，说是不把断的清干净，绑再紧也长不直。人啊，也一样，有时走岔了路，办错了事，就像旧副惯了，你越是想捂着瞒着，那断枝就越容易烂在心里，倒不如像师傅那样，回去把该认的错认了，该补的缺补了。爸，我怕他不原谅我，恨我，不要我和孩子。孩子，原不原谅是后话，有些事儿早面对早踏实，总比揣着心事连上个步都走不安稳的强。爸，我先去产检。去吧。除了初见那会儿，霍彦慈好像从没用这样冰冷的目光看过我。是来找我算总账的吗？不知道霍彦慈算起账来，会不会连累家人？现在去哪儿？
婵姐，坐我的车。我的包。现在这算什么？燕慈，怎么了？孕期有点低血糖。我以为你选择离开，一个人生活，会照顾好你跟孩子。原来，你就是这么照顾的。你走快点，医生很难约。这位是她丈夫。这还是第一次见周太太有人作陪，别介意啊。之前工作太忙了。工作再忙也该陪太太产检啊，孕妇一个人过来多不方便。是我不对。难得看到港城人人敬畏的大佬这么低眉顺眼、唯唯诺诺的一面。先生，您太太和孩子都很健康，只是有些低血糖。好，谢谢医生。刚刚补充了葡萄糖，放我下来，我能走。走？事到如今，霍太太还想走去哪儿？你别这样。怎么，怕了？我更疯狂的样子你还没见到呢。现在是为了你跟孩子在极力克制。周棠，如果你还想逃离我的身边，我劝你死了这条心。我费尽心思把你找到，是不会让你离开我的。先生，现在去哪儿？机场。哎，等等，大叔，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聊聊。你放心，我人都在这儿，不走。好。先生明明那么在乎夫人，为什么现在还表现得冷冰冰的呢？这你就不懂了吧？先生虽然经历了许多风霜，但是谈起恋爱，还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遭。不知道处理感情问题也是正常，但你等着吧，先生一定会把夫人哄回家的。有什么事，边吃边聊，好好照顾你跟孩子。你那些伤都好了吗？都好了。对不起，因为我……有什么好道歉的？如果让你回到1年前，你也会因为想报复霍新月来到我身边的，对吗？我可以忍受他欺负我，但是我没有办法忍受他伤害我的家人。那个时候，我的力量并不足以对抗这些，所以我只能转借他的力量，也就是你，到我身上。那既然要借，为什么不借一辈子？为什么要把我一个人留在原地？周棠，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还有，你以为如果我不愿意，你能借得动我这把刀吗？我逃走，是因为我不敢面对那个为了复仇，跟霍新月成为了同一类人的自己。他伤害了我爸，我伤害了你。我没办法面对知道一切真相的你。你们不是一类人，糖糖，滋味没有错，我也从来都没有怪过你。真的？那你怎么冷冰冰的？你倒不是向来找我求和好的，倒像是来追杀我的。是我不对，我不应该因为失去你到了崩溃的边缘，我应该笑着
过来跟你求复合，对吗？糖糖，跟我回港城，让我照顾你，还有我们的孩子。但我还想带你见一个人。原以为我爸接受不了霍彦慈做他女婿，没想到聊得还挺愉快。我爸刚跟你聊啥？没说什么，就是一开始见我有点害怕，是我再三强调不是来找你报仇的，他才放下心。你爸让我好好照顾你，我说肯定会的，就算他不说，我也会照顾好你。毕竟你不仅是我的妻子，还是我的救命恩人。你们刚刚聊了那么久，不可以瞒着我。你爸说以前看过好多以我为原型的小说漫画，说是我的粉丝，问我那些事是不是真的。啊？真的假的？我以为我爸那个老古董只会喝茶品花。哎，你年轻的时候那些事真的假的？你真的一个人干翻那么多人？我的过去可以一件一件慢慢跟你讲，但我的未来还需要霍太太跟我一起书写。我要不再调回去，再把这个光点打开，看看那边背景怎么样？那我是应该把它调过来了。好好看。对。你别管我，照顾夫人。现在快走！啊，行。马来。先生。好，看看。马来了！看！